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随时迎接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安静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Ray， 不要乱来。Ray， 我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，我们的组织叫龙牙，而我就是这组织的首领。很意外吧？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是不是想杀我灭口？你该死吧！龙牙不是恐怖组织，我们只杀该死的人。只杀该死的人。你觉得生命应该是平等的吗？可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记得你说过，法律是不公平的，我很赞同这一点。我在中东那段日子看得太多了，有些人剥夺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，却不用付出代价。就算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也不一定得到相等的报应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些人根本不值得留在这个世界上。对我来说，杀人就必须要偿命。没错，做错事就必须付出代价。既然所谓的法律不能够做出公平的判决，不能够公正的制裁罪犯，龙牙就要背负起这个使命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使命而成立的。那个该死的柯明德，就是被我们处决。原来把那个混蛋砍成8块的人，就是你们。如果柯明德落入警方的手里，也不过是被判死刑。万一他被证实精神异常，连死刑都可以逃过。如果是这样的结局，对受害者公平吗？谢谢你们帮我报仇。警方正在全面追捕龙妖组织的成员。你会举报我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倩知道了，她会怎么样？我希望他能够明白，我跟他执行的其实是同样的工作。喂，别吵。小倩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特地来找西纯的。你也来找西纯？我来找他吃饭。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以前的一个朋友啊。
他叫 Thomas， 刚才我还跟他聊了几句。对了，你怎么来法医院了？我是来请西纯吃饭的，感谢他的帮忙。哎，既然你也来了，就一起吧。我更应该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走吧，走。来 Cheers。Cheers。谢谢你们这一阵子的照顾。干嘛这么客气？这么老土。老土也要说，很抱歉浪费了你们不少时间。如果不是你们的陪伴，我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。只要看到你没事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过了，与其每天愁眉苦脸，不如振作起来。我决定回去工作。这么快？我不想每天无所事事啊。精神上有个寄托也好，免得整天胡思乱想。明天我就搬回去住。干嘛这么急啊？住多一阵子吗？打扰了你们那么久，让你们失去了许多二人世界的时间，我感到过意不去啊。没关系的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以前我的依赖性太强了，现在是时候学习过独立的生活。让他试试看吧，反正有需要的话，他随时可以搬回你那里住。那好吧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找我。谢谢 ，Carrie。威生，你回来啦！今天你有3个预约，第一个在10点，第2个在12点，还有一个在下午3点。那好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威生，他每天都来看年末上班，没有一天例外。婉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有空，就那么几句话而已。进去再说。找我有什么事？你这段日子没有上班，也没有回家，我很担心你，所以我来找你。我没事啊。我记得第一次来找你的时候，我就是坐在这里的。那个时候我还很抗拒来见你。感情的东西真的很奇怪啊，在斗嘴之间，不知不觉我喜欢上你。那时候我追求你，你无动于衷，一直到炸弹事情发生。我感受到你对我特别的紧张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的。金永健的出现也拉近我们的距离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谈恋爱，一直到不幸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。我们2个好像陌生人一样。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命运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2个。把我们拉在一起，又拆散我们2个。婉柔，我说了那么多，你没有感觉？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事情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的，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不要这样对我。不要逃避我，把我当朋友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会是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病人就要来了。那不打扰你。
哎，回来了。Madam，我要求复职。你情绪稳定了吗？稳定了。你有信心不让个人情绪影响工作？我有信心。Madam，我决定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情绪根本还没有稳定。我真的没有事情了。我说过的，我要的是一个可以办事的警察。现在你情绪还没稳定，让你复职只会拖累大家。Madam，我对欧阳有信心，他不会让私人情绪影响工作的。是啊，我们现在缺乏人手，Leon的案件也那么棘手，欧阳回来正好可以帮得上忙。放心吧 ，Madam， 我相信欧阳他不会再出事了。Madam， 我一定会做好我的本分，绝对不会拖累大家。好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过如果你再犯错，我会秉公处理的。Yes, Madam。关于 Melinda 的死，你们有什么发现？等等，我已经查过了。Melinda 的为人高傲，公司的下属对她敬而远之。由于她的性格孤僻，跟家人的关系不是很好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完全找不到任何可能跟她同谋的人，所以应该可以推翻 Melinda 被同谋灭口的推测。这么说，只有可能性 ，Melinda 是被凶手嫁祸的。杀死 Leon 跟 Melinda 应该是同一个凶手。继续往这个方面追查，希望可以尽快破案。关于利用方面有什么发现？有，根据银行记录，利用的户口时常以钱存入，证明他收入蛮高的。不过有一点很可疑，那利用的户口过去3个月连续有存入1万块钱，总数是3万块。知道是谁汇的款项吗？不知道，他是现金存入的，银行有记录。我看8成是那个富婆包养 Leon 的保养费吧。Leon 进来并没有被人包养，我已经查过他所有客户，除了 Melinda 对他比较资残外，其他的顾客都算散客，所以不可能对他那么好，定期付一笔钱给他。可能是漏网之鱼吧。说不定是一个叫 Gina 的女人。可是据我所知，Leon 的客户里并没有 Gina 这个女人。这个名字是我从 Leon 过去3个月手机通话记录中查出来的。这个期间 ，Gina 和 Leon 通话得很频密，最高纪录1天有10次。那么难分难舍。所以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。我从电话公司里查出，这个电话是注册在 Gina Cheng 的名下。请问你们找谁？ CID， 我们找 Gina Cheng。我就是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们有一宗案件，想请你协助调查。你也喜欢看洛生的书啊？他是我先生。洛生是你的丈夫，真的好羡慕你哦。洛生是我唯一的偶像，他写的每一本悬疑小说我都不会错过的。你先生是赵世强。你认识我先生？之前他为了他哥哥赵宝强自杀的事，而到过警察局一趟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们坐一下吧，帮你们倒水。不用了。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楚良辰，也就是利用的人？不认识。麻烦你想清楚一点好吗？我真的是不认识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利用不久前被谋杀了，我们从他手机查到一个时常跟他联络的电话号码。那跟我什么关系？那这个电话号码是你的吗？根据资料，电话号码是注册在你名下的。是的，这个号码是注册在我名下，不过不是我在用，是我先生在用。那你先生有没有提过 Leon 这个人？没有印象。你先生现在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丈夫的行踪？我丈夫在创作一本新的小说，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当创作期间他都会消失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呀。那你怎么联络他呢？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他，除非他主动联络我。如果他打电话给你，请你叫他跟我们联络。好的。真没想到这个洛生竟然是 Gina 的丈夫，这个世界啊实在是太小了。
其实我想不通，这个洛生怎么会跟廖有关系呢？你相信 Gina 的话吗？目前只有 Gina 单方的口供，还不能断定她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可是 Gina 左看右看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，不像是一个会去找牛郎的女人啊。很多东西不能看外表的，为什么那么肯定 Gina 不会找牛郎呢？如果 Gina 说的是真的，一个小说家怎么会跟一个牛郎联系得这么频密啊？我还是想不通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怎么可能会走在一起啊？尤其是我的偶像，他怎么可能会跟牛郎有牵扯呢？打死我都不相信啊！这个 Gina 应该是在撒谎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们迟早会找到她丈夫的，到时候她的谎话不就被揭穿了？可是你们也不可以证明洛生跟 Leon 的死有关啊。那没有，我知道他是你的偶像，可是查案呢最忌就感情用事，要以客观的态度来判断，懂不懂？ Gina 的话也不完全可靠。目前洛生和 Gina 都有可疑的地方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全力调查这两个人。看过照片中的这个女人吗？没有。看清楚一点。Leon的客户我都见过，就是没有见过这个女人。我倒见过这个男的。你见过他？ 没错。什么时候？大概3个月前，他来了俱乐部2、3次，每次都指定要找 Leon， 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。他跟 Leon 还没保持联络。那个混蛋的私事，我才不管。到底洛生找 Leon 干什么？ Madam， 你也来喝2杯啊 ？Madam， 你也收到简讯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大家都接到简讯啊，要我们来参加一个特别的晚会。我们也是收到简讯才来的。如果不是你们，那是谁？Madam， 管他是谁啊，看谁来搞花样啊。坐吧。各位，今晚是一个特别的晚上，本酒廊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邀请一位漂亮的小姐上台来。嗨，这位小姐，可以请你上台吗？我 ，Madam， 你抓贼那么英勇，连这种小场面你也怕？去嘛！游戏规则很简单，这里有2粒橙，请你选1粒。你肯定是这粒吗？好的。 Will you marry me？ 不。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。在我生命里，我没办法100%的确定每一件事，除了你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小倩，嫁给我好吗？ 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会选右边呢？我也不敢确定的。那如果我选另外1粒？不会的，冥冥中已经注定一定会选这1粒，缘分注定我们要在一起。嫁给我好吗 ？Madam， 快答应啊！快点，好啊 ！Madam，say yes。 谢谢。
西纯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Madam 终于答应嫁给他了。很少看到 Madam 笑，今天难得看她笑那么开心。西纯的付出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很久没有看到你笑了，婉柔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进去了。别气馁，还有机会的。还有机会被拒绝吗？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带我来这里算什么好地方啊？投入工作是忘记烦恼的最好方法。能够让你忘记烦恼，也算是好地方嘛。我放假的时候，你们至少来这里说过好几遍，也没什么发现啊。就是因为没什么发现，所以我想来这里做环境视察。开工。根据李美心和刘汉胜的口供，梁大约是在午夜2点左右，在家被切除性器官。估计刘汉胜赶到梁的家里，打包尸体、清洗现场，然后再把尸体运到这里来，大约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。啊，现在才3点钟，离开4点还有1个小时。等吧。4点15分了，耐心点。警察，夏迪，什么事啊，警官？这个时间来这里做什么？送报纸啊。那你每天都这个时候来？对啊，1年365天，除了公共假期，我都会来这边送报纸。那麻烦你，有没有看过照片中这2个人？我见过这个女人。我们怀疑你跟一宗谋杀有关系，请你合作。这搜查令。请你跟我们合作。议论。警方怀疑你跟一宗谋杀有关，我们正式逮捕你。为什么杀利欧？你不要再否认了。我没有。我们已经找到证人了。证实07年9月6日清晨4点左右，在命案现场看到你出现。当时你匆匆的离开，还不小心的撞到爆贩，然后很匆忙的逃跑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钻石，经过鉴定已经证实，它是从你的戒指掉出来的。案发当晚，你跟踪刘汉祥和李美心一起到弃尸现场。当他们2个离开了之后，因为你跟廖有仇恨，所以你在垃圾袋外面给他补上了3刀，让他马上死亡。当你刺他的时候，廖上车他的左手抓住你的右手，你那个时候非常的紧张，拼命的挣扎，你右手无名指上的钻戒抓上了廖左手掌，导致他左手掌留下一道伤痕。你的钻石也是在那个时候掉的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是。你不要再否认了。我们已经找到证人了。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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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
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她跟我丈夫搞同性恋。陆生竟然是同性恋者。你怎么会知道你丈夫是个同性恋者？是这样，他对我很体贴的，也很疼我。可是后来，我发现他变了，他常常早出晚归，有时候甚至不回家。他对我非常的冷淡，我怀疑他外面有女人。所以，就偷偷的跟踪他。我没想到，他竟然去找牛郎。这么早就起来？我一整晚都没有睡。那赶快去睡吧，我也累了。站住！一整个晚上，你到底去了哪里了？跟朋友叙旧。什么朋友？你不认识的。你去找牛郎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要再隐瞒我了。我跟了你一整个晚上。我已经发现一切了。是，我是去找牛郎，不过我是为了小说收集资料，你别想歪了。那你警上这个吻痕呢？也是为了收集资料啊？你是一个男人呐，怎么可以跟男人在一起，还做这些下流的事情？你几时变得这么变态的？我的事少管。洛生这么斯文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？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不明白，我到底有哪里做的不好？他不要我抛头露面，我就待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，我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，我到底有哪里比不上一个男人呢？因为你不服气你丈夫为了一个男人背弃你，所以你去找利昂算账。世强竟然为了他要跟我离婚呢！我是不可以失去世强的，所以我恳求亮叫他离开世强。给我走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要钱我给你，你要礼物我买给你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那可是你心甘情愿哦，我可没有欠你啊。你说过你爱我的，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？拜托你照照镜子，要不是为了你的钱，我会陪你这个老安迪吗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来烦我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去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别让我再看到你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！你没事吧？我看见刘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担心他会对我不利，所以捡起那把刀子，以防万一。赵旭啊，我好像不认识你哦。我是赵世强的太太。有什么事？请你离开我丈夫。为什么我要听你的？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要一直缠着他呢？请你放过他。笑话，是他缠着我哎，又不是我缠着他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你可以离开他。好吧，
一口价10万块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那就免谈了。两个大男人搞在一起，你不觉得很变态啊？难道你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啊？你杀老婆哎！你是女人，连自己老公的心都抓不住，你还敢来教训我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早就撞墙死了。求求你，不要再缠着我丈夫了，离开他吧！滚啊！那时已经很晚了，却有另外一个女人来找他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在外面等。是不是这个女人？是的。之后呢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在屋子外面等了很久，一直都没看到这个女人出来。不过，我听到屋子里面传来一阵吵架声，后来又传出一阵尖叫声，到了最后就静悄悄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屋子里面发生什么事啊！我一直在外面等，我等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个女人出来，反而是一个男的匆匆的赶回来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个男人进去屋子很久，也没有出来。原本我打算回家，突然我看到这对男女出来，还扛着一个大垃圾袋。那个垃圾袋看起来很重，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垃圾。他们的神色很慌张，当中一定有什么秘密。我突然想到，袋子里面会不会是装着那个臭男人的尸体？我很好奇，所以偷偷地跟了上去。他们丢了垃圾，就匆忙地离开。如果当时我跟着他们离开，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都是我的好奇心害死了我。我忍不住走过去，想证实袋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那个臭男人。所以才乱刺他几刀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的。那样可以说是你一时慌张误杀的。那 Melinda 呢？为什么要杀 Melinda？ 你捡到 Melinda 的刀，刺死 Leon， 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 Melinda 也杀了，然后布局成 Melinda 是畏罪自杀的，嫁祸于他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太心狠手辣了，为了嫁祸于他，你竟然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杀死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他们都是我杀的。
Gina 已经承认 Leon 和 Melinda 是他杀的。哈哈，查那么久啊，终于找到真凶了。辛苦你们了。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。哎，加把劲吧，说不定啊，你也可以嫁人呢。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哪里来得及？对了 ，Madam， 几时举行婚礼啊？我们还在筹备，到时一定会通知你们。谢谢。恭喜 Madam。谢谢你。Madam，我要做你的伴娘。你干嘛？你脸皮好像有点厚哦。要你管？我至少幻想了10次你穿婚纱的样子，没有一次比现实中的你漂亮。你当婉柔不在，这么肉麻？婉柔不会反对我说的话。西纯说的没错，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漂亮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等一下要拍照了，你干嘛？我等不及，要先把你样子拍下来。来。好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还要一个，够了啦，太吵了啦，进去。Hello， 他们在里面。嚯 ，Madam， 你今天太漂亮了，谢谢，恭喜你。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谢谢。啊，恭喜！不过说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 Madam 穿裙子。那打算去哪里度蜜月？我让小倩决定，我们到哪里都像度蜜月。小倩，我想先回去了。这么快？等我们拍完照一起走吧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既然这样，让她先回去休息吧。你小心一点啊，拜拜。拜。我送你啊。不用了。Judge Iron Fist。Angel of Death， 欢迎你加入龙牙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一起实现龙牙的理念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OK， 以后我们怎么联络？如果要讨论行动的计划，最好是避免见面，只在网上交谈。网上交谈安全吗？网页的防护系统很先进，绝对不会轻易让警方查出来的。明白了 ，Judge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让我重新找到我的人生目标。不用客气。希望以后你能凭着你的才能去执行任务，制裁那些罪有应得的人。我也是这样想。我一直都在积极地研究催眠术，已经掌握了催眠的窍门。催眠术这个概念挺有趣的，任何人都能被催眠吗？基本上。接受催眠的人必须有人性上的弱点，或者心理上有难以完成的欲望。接受了催眠以后，在短时间内会被我控制。任何人都可以被催眠吗？意志力坚定的人是不容易被催眠的，而且当事人必须对催眠者有一定的心理上的信任，要不然这是无法成功的。你有没有把握？我们不做冒险的事。放心，当事人在事后不会记得自己曾经被催眠，我很有信心，一定不会失败的。那就好。
什么事？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很快的，我很快说完了。进来吧。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就说啊。婉柔，我知道不应该来烦你啊，可是我真的放不下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？现在又不是在审问犯人，放轻松一点。听我说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很关心我。说真的，对于你，我也感到很愧疚。我不是不想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还有些心理障碍不能克服，所以暂时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不要失望，这不代表未来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，说不定。所以现在我们顺其自然好吗？虽然做不成情侣，我们还是可以像现在这样的聊天，不也很好吗？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很放松？你全身已经很放松。我们聊别的好吗？记在这心脏，将一秒撕开诡异的光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，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神都一样，让他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